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云，给大家拜个年，新春快乐，马年吉祥 ，Happy Chinese New Year。这期要讲的就是把 OpenCloud 部署到云端的容器，比如说 Cloudflare。当然，希望你已经有一个 Anthropic 的 API Key， 因为之前已经多次测试过，好像没有 Anthropic 的 API Key 或者 OpenAI 的 API Key， 它不太能工作。另外，根据 OpenCloud 作者他们这个团队自己的讲法，也是推荐把它放到一个容器里面来运行，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全功能的 AI 助手，放到一个容器里比较安全，也不会影响你本地。当然，会试着讲一讲能不能使用 OpenRouter 它的 API Key， 因为它的 API Key 是免费的，你看一下它的价格就知道，它确实是有免费的，而且也确实有一些免费的模型。当然，这个只能是探讨一下，主要看时间够不够。总而言之 ，OpenCloud 就像山海经里的应龙，我们要把它放到 Cloudflare 这个云端天宫，让它24小时给你打工。当然，它不是完全免费的，但是这也许能够大大提高你的效率。话不多说，我们先登录一下 Cloudflare。登录好了以后，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这期会用到的底下的仓库。这很明显是 Cloudflare 自己推出的，也就是 Cloudflare 的 Malt Worker。我们知道 OpenCloud 最初是叫 CloudBoard， 然后叫 Maltboard， 现在才定名为 OpenCloud。这大概是在它第2版的时候起的仓库名。它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就是用来运行 OpenCloud。星很多，有 8.8 千个星。协议是 Apache 2.0， 也就是你可以免费的用，免费改啊。它主要的启动文件应该就是这个 Start OpenCloud .shell。这个 repository 本身是免费的，但是它会有一些产生费用的部分。正如我前面说的，它不是完全免费的。这个东西它一定会用到 Cloudflare Sandbox， 最低是1个月$5啊。然后你会需要支付一下 Anthropic 的 API Key。如果你想用其他的 AI 也可以，但是一样是会用到 Cloudflare 的 AI Gateway， 看上去也不是免费的。翻译一下，这个东西每月$5。Sandbox 这个容器是必须组件，会用到以下这些功能是免费的。刚才讲错了，它这里写 AI Gateway 是免费的，可能是说在套餐之内 AI Gateway 免费，在套餐之外 AI Gateway 也会有费用。这是容器成本的基本估算，这基本估算是根据容器资源来做的估算。如果按它这里推荐的配置，1个月大概在 Sandbox 这个容器上会花掉34.5的美金，这个就已经是很贵了。常看我视频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就是不花钱，34.5美金肯定是有点多的。但是它这里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变量，这个环境变量的意思看上去是，如果容器处于空置的状态，它就会被放去睡觉，这样可以帮我们节省每个月的一些开支。也就是说，原本是34.5美金，如果用了这个，如果空置10分钟就设置为睡觉状态，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就只需要付5到6美金1个月。虽然有这么一个强制让 Sandbox 休眠的环境变量，这环境变量名字叫做 Sandbox Sleep After， 也是很直白易懂了。但是说实在的，这还是有一部分支出的。而且他这里说的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也就是他假设了一个理想的状态，1天只用4小时。先继续往下看吧。这个是它整个 repository 的结构。是的，确实如此，一定要确定要使用 Sandbox Container， 这个可能是绕不过去的。另外，作为通信的话，支持 Slack、Telegram 和 Search API， 这个就是它的安装步骤了。这个就是最后开始部署好了以后，你就可以通过 Worker 的 URL 加上你 Gateway 的 Token 来打开你的操作界面。要不要设置管理员权限没有太大关系啊。换言之，如果你整个 repository 都已经被你 clone 下来，你有没有设这个管理员用户界面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啊。继续向下拉，部署的命令就是这个，即便你是重新部署，依旧使用同一个命令。这个环境变量的作用是不需要 Cloudflare 的认证，也不需要设备的配对，这个是为了方便开发用的，一般用不到。
这个是允许 debug 用的，一般也用不到。这个是 R2 Storage， 换言之，如果把 OpenCloud 部署到 Cloudflare 上以后，它实际上会被放到 R2 Storage 里面，因为这是一个持久的储存容器，也就是实现了真正持久记忆。但是其实有一点不好，就是它一定要和 Sandbox 配合啊，这样就导致了这个费用无法被节省下来。这是其他的一些密钥，这两个都是关于 R2 Storage 的。这个是一个 CF Account ID， 这个是讲了它的工作原理，这个看看就可以了，因为之前都已经部署过了，大家也都看到最后是什么样。这里是一些 debug 的调用的端点，这是可选的聊天频道。这一部分讲的是浏览器自动化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操作都是在网页上进行，所以浏览器自动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个是添加内置技能的，这是添加 AI 网关的。通过添加 AI 网关，我猜你能够用除了 Anthropic 的 API key 以外，其他的一些 API key， 但是要设置 AI gateway 会需要设这样3个密钥，设好以后要重部署。这里就可以看到了，你不仅可以使用 Anthropic 的 API key， 你也可以用 OpenAI、Cloudflare 自己的，还有 Grok， 这个是马斯克的。一次只能通过网关使用一个提供商，不过也没关系，我假设在本例中你已经有了 Anthropic 的 API key 了。下面这一些是这个仓库会用到的一些环境变量，环境变量有挺多，可以慢慢去看。因为根据它的描述 Anthropic 的 API 的 base URL 是直接的，这个虽然不是必填的，但是它对于节省成本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多长时间以后让 Sandbox 去睡觉，它这里默认是10分钟，如果容器是10分钟空转，那它就会把这个容器放去睡觉，讲白就是能节省一点钱。这个是身份验证的层级关系，下面有一些故障排查，接下来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了。我准备大体先讲一下如何安装和使用它，然后猜测一下是否有可能使用 OpenRouter 的 API key。当然了，这个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依旧是它有一个 Sandbox 的费用，非常令人挠头嘛。这个暂时应该是没有什么办法解决，现在先主要把它怎么部署先讲一下，主要就是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一下。基本上我们就先跟着它的安装步骤开始走。首先你本地要安装 Git 命令， Node.js 的 version 要在20以上，我本地是已经安装了 Git 和 Node 了，如果还没有装就直接到 Homebrew 上面去装一下。另外你需要准备一个 Anthropic 的 API key，因为这整个仓库是 native support Anthropic 的，也就是说我们先按它默认的来走一遍，向上拉来看一下它的文档结构，它这里有 Dockerfile， 所以 Docker 直接跑起来。当然你用 Podman 也可以，用 Rancher Desktop 也可以，用来叉 D 都可以。来叉 D 就是 LXD， 它是 Linux Container 的管理层。怎么样？听我的视频长知识吧。它是已经有 Ranger 的配置文件了，我们进到 package.json 里面去看一下。安装依赖的时候是有 Ranger 的， Ranger 是 Cloudflare 的一个管理工具。点仓库名，回头向下拉，因为官网说会用 Sandbox， 所以一定要把 Workers 升级一下。怎么升级 Workers and Pages 呢？先登录 Cloudflare， 在 Compute 底下 Workers and Pages 点一下，进来以后在 View Limits 点一下，点升级，点购买 Workers 付费，这样就有了 Workers Sandbox。 拿到 Sandbox 以后就可以开始克隆这个仓库了。在 Code 点一下，点这个复制它的链接，复制好了以后用 clone 命令把这个仓库先复制下来，然后进到这个仓库页面。克隆好进到仓库页面以后，用 npm i 这个命令把所有的依赖安装一下。安装好依赖以后，用这个命令把 Ranger login 到 Cloudflare， 让 Ranger 来帮我们管理 Cloudflare。Wrangler 登录 Cloudflare 的时候，
是在页面上完成的，它会弹出一个长得像这样的页面，点 Allow 就可以了。希望这个时候你是已经登录了你自己的 Cloudflare 的，这样会快一些。然后复制这一条命令，粘贴到终端，按回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把 Anthropic 的 API key 插入。按回车之后就会让你输入，你只需要把你的 Anthropic 的 API key 复制粘贴进去就好了。复制粘贴进去之后按回车，会提示你要输入一个 worker 的名字，也就是 Cloudflare worker 的名字。Cloudflare worker 的默认的名字是 Modbot Sandbox， 为什么呢？因为它项目的名字就叫做 Modbot Sandbox， 你可以在 package.json 这个文件底下看到。接下来就是这3个命令，这3个命令的作用就是生成 Gateway Token， 然后把 Gateway Token 打印出来，方便你复制粘贴，因为这个东西要保存在本地，等会方便你复制粘贴到这里。最后这个命令是用 Wrangler 把 Gateway Token 插入到 Workers 的环境变量里，把这3个命令复制粘贴进来。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用连字符把这3个命令连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一次性全部执行掉了。当然这样在 Mac 上和 Linux 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使用了 OpenSSL 来随机生成一个32位的字符，在 Windows 上是没有 OpenSSL 的。那应该怎么办呢？找一个随机生成字符的生成器，长度改成32，它默认是3哦，你改成1，因为我们只需要一个，点击运行，这样就可以了。你就复制这一段来替换这个部分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真的给一个字符的值，直接给它。当然这是 Windows 上的做法， Linux 或者是 Mac 上直接用 OpenSSL 生成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直接复制这个命令，粘贴到终端进行部署。第一次部署会需要稍微等一会儿，如果你之前没有输入 Cloudflare worker 的名字，这个时候它还会再次提醒你要输入，但是如果已经输入了就没事。如果你是使用了默认的 Cloudflare worker 的名字，它应该就叫做 Modbot Sandbox。如果部署成功，就会打印出你 worker 的 URL， 用你真实的 worker 的 URL 替换这一段，然后用你之前生成的 Gateway Token 替换这个，这样你就得到了你的 Control UI 界面的链接，把这个链接复制粘贴到一个新的窗口。这个时候你应该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你需要听 domain 以及 CF access AUD， 换言之它一定会需要 Zero Trust。Zero Trust 上一期也讲过，它是有免费计划的，但是一定要建 team， 创建团队以后是一定要绑卡的，虽然它有免费的计划。那么这个听 domain 在哪呢？在你的 Cloudflare 里点一下 Zero Trust。 如果你还没有创建团队，要先去创建团队，有免费计划但是要绑卡。进来以后直接点设置，这就是你要的团队域了，把它复制粘贴到本地一个你方便等会复制粘贴的地方，然后复制这一条命令粘贴到终端，按回车，它就会让你输入你的听 domain 了。你的听 domain 就在这里可以找到，把听 domain 复制粘贴到终端以后，就要处理第2个环境变量了。第2个环境变量在哪里呢？它在你的 Cloudflare 的 Access Control 底下有一个 Application， 点一下进去，选择你刚才创建的 Cloudflare 的 Worker 的名字。如果你是使用默认的名字，就应该叫 Modbot Sandbox。 点这个名字以后，在弹出的右侧边栏点 View Details 按钮，向下拉，一直拉到底部，这个就是你要的 Access Audience 的 Tag 了。复制它，保存到一个你本地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然后复制这条命令粘贴到终端，按回车，然后就会需要输入 Access Audience 的 Tag 了。 Tag 就是这个，输入好了按回车。这2个环境变量都配置好以后，要记得重新进行部署。命令就是这个，复制粘贴到终端，按回车，就会重新部署。无论是第一次部署还是重新部署，它的命令都是这个。重新部署好了以后，你还会需要 R2 Storage， 这是一个为了保持永恒记忆而使用的一个存储装置。现在去 R2 Storage， 点返回按钮，回到首页，在首页里打开存储和数据，点击 R2 对象存储，
然后点一下 Overview， 你应该会看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存储库，名字就叫做 Mobile Data。 为什么名字会叫做 Mobile Data 呢？因为它被定义成叫做 Mobile Data。 这个数据库是创建的时候自动会生成的，在第一次部署就会创建，但这不是重点，你要去 Account Detail 的 Manage 按钮点一下，然后选择创建用户 API Token， 然后给个名字，向下拉一点，在设置权限的时候要选择 Object Read and Write， 然后拉到底点击创建用户 API Token 按钮，就会创建这两个 key 了，也就是这个 key 和这个 key。 创建好以后复制这个命令，粘贴到这里，按回车，然后点 Click to Copy， 复制 Key ID 粘贴进终端，然后复制第二个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点下面这个 Click to Copy， 复制 Access Key， 然后粘贴进终端，按回车，这样这两个就都用 Wrangler 插入了。插入好了以后还需要 Account ID， 复制这条命令，粘贴到终端，按回车。那 Account ID 在哪里呢？就在你首页这里有3个点的按钮，点一下，这里就能复制 Account ID 了。复制好以后粘贴到终端，按回车，这样这3个就都插好了。当这些都做好以后基本就差不多了，但是不要忘记用这个命令再次部署一遍，复制它，粘贴到终端，按回车。这一次部署好以后就应该是可以用了，基本就是使用这个链接。这个部分是部署完在终端弹出来的那个 URL， 这个部分是你之前创建的 Gateway Token。 修改好这个 URL 以后，粘贴到一个新的窗口，就可以开始和 Cloudflare 上云端的 OpenCloud 对话了。向下拉，在这里他也建议要设一下 Sandbox Sleep After， 因为这样能省钱。另外它还可以和不同的聊天软件进行联合工作，而且它还可以做浏览器自动化。但是这样部署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它的费用无法明确的被计算或者限制。与其这样，不如弄一个服务器，然后直接部署到服务器上，也是有容器的。而且部署在自己的 VPS 上其实还更简单，因为只需要按照 OpenCloud 本身的步骤走就可以了。用 Cloudflare 的官方推出的这个似乎没有特别好的优势，当然最主要是它每个月一定会产生费用啊，但是可能不能用完全免费的服务器，因为它的信息交互量很大呀。当然如果用的不频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可能如果要坚持用这个的话，我们应该尽量让 AI 的部分不花钱，也就是我们应该想办法替换掉 Anthropic 的 API Key， 变成比如说 OpenRouter， 它是肯定有免费 API Key 的，你可以在价格这边看到，它也有免费的模型。快速讲一下如何替换 Anthropic 的 API Key， 提供一个思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它的 API Key 并不是直接写在程序里的，它是通过 Wrangler 注入的。换言之，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把名字改一下就可以了。有 Anthropic API Key 的文件，它里面这个 Anthropic API Key 你都可以替換成比如说 OpenRouter API Key， 然后像 Index 啊 Type 啊 Environment 啊 Environment Test 啊 Star OpenCloud 这些里面的 Anthropic 的 API Key 都要把名字改掉。另外一个要改的就是 Base URL， 如果用的是 OpenRouter 的话，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把 Base URL 直接写死，当然也要把 Anthropic Base URL 的名字在 Type 和 env 里面改一下， env 的测试文件也要改一下，这样基本就应该是可以了。这个东西可以用，但是用完的感觉不太好，但是作为练习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